电话从乌克兰打到北京，泽连斯基终于想通了，危机面前美国人靠不住。大家好，我是肖云华。近日，一通电话从乌克兰打到了北京，中乌双方的领导人在这次通话中就乌克兰危机以及中乌关系交换了意见。中方决定派遣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前往乌克兰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行深入的沟通。显然，泽连斯基现在终于是想通了，危机面前美国人是靠不住的，所以他才会肯定中国为了地区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希望借此给乌克兰留一条后路。而中国的回应则是给泽连斯基吃了一颗定心丸。从官方给出的信息来看，这次我们对乌克兰危机的看法和之前并没有什么不同。派遣欧亚事务特别代表的决定，说明中国依然愿意用实际行动去推动俄乌和谈的进程。这一次中乌两国之间的通话，既把双方的关系向前推进了一个新的高度，也让外界看到了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希望。但说句实在话，要想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危机，光凭我们中国的力量肯定还是不够的。俄乌双方都应该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冷静而理智的考虑问题，才能做出对和谈有利的决定。除此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要听从我们的劝告，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出一个进行和平谈判的舆论氛围和良好环境。或许在有些观点看来，如果因为我们的介入，俄乌双方停战了，那这局面对中国反而是不利的，因为这样美国就可以抽出身来专心对付中国了。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太过于绝对化了。首先，俄乌两国要想走到一起进行和平谈判，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两国之间的恩怨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再加上美国人在背后推波助澜，所以哪怕中国出面斡旋，和平的曙光也不是能够轻易看见的。不过，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却向世界各国展示什么叫做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中国继调停沙特和伊朗之后，继续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影响力和良好的形象，让那些反对美国霸权的国家更有信心。其次，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人所投入的精力其实并不多，就算战争持续下去，那么美国人注意力集中的焦点也不会只是中国。相反，当俄乌双方走向谈判这个阶段之后，才能更好的转移美国人的注意力。因此，对于已经陷入拉锯战的俄乌冲突，中国应该大胆调停，高调调停，让世界看到谁才是这场冲突的制造者，谁才是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